第116章爪痕。贝克兰德桥区域，勇敢者酒吧。克莱恩按了下头顶的鸭舌帽，小心保护着灰蓝色工人上衣内侧口袋里的钱包，绕过了围在拳击擂台附近的酒客们，直奔吧台而去。途中，他环视一圈，没发现黑市武器商人卡斯帕斯·坎利宁的身影，要么在玩牌，要么在打桌球。克莱恩自我点了下头，坐到吧台前，对酒保道：“一半一半，他上次见人。”喝过这种酒精饮料，感觉应该挺合自身口味的，至少比单纯的麦芽啤酒适合。克莱恩不无比较的想到。酒保抬头看了他一眼，用哪2种酒条？不同的选择，不同的价格。一般的就行。克莱恩上次见的那人用的是最劣质的种类，整杯一半一半才2又1/2便是，4又1/2便是。酒保看到克莱恩将黄铜色泽的硬币排到吧台上，才反身调酒，顺口说了一句。又来找卡斯帕斯，他不在这里了，他的生意被人抢了啊！克莱恩没想到会获得这样的答案。酒保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位嘴部突出的男子就哈哈笑道：“是的，卡斯帕斯被我们赶走了。呵，他一个瘸腿老头子，凭什么能做这种生意？你有什么想要的，尽管来找我们，找我们老大黑帮火并事件。”克莱恩下意识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就要回绝掉对方的提议，可旋即他想到了另外一个可能，这会不会是玫瑰学派故意找黑帮打压卡斯帕斯，从而逼出他背后的马里奇和沙伦小姐，让他们主动跳入陷阱？这个概率不低。卡斯帕斯在这里做了很久的黑市武器商人，绝对不是别人说赶就能赶走的。前段时间，因为连环杀人案的不断发生，整个贝克兰德的气氛都相当紧绷，玫瑰学派或者别的隐秘势力，总之就是找马里奇和沙伦小姐那些人，肯定不敢贸然杀人通灵。获得答案，这会制造很多起血案，因为他们明显只是有一些怀疑对象，暂时无法确认谁有联络沙伦小姐或马里奇的办法。克莱恩话到嘴边，咽了回去，转而问道：“可以先了解价格，之后再决定是否购买吗？”他打算观察一下霸占了勇敢者酒吧黑市交易的普通人势力，如果发现有什么问题，可以以此卖卡斯帕斯、沙伦和马里奇他们一个好。反正克莱恩没想发生冲突，只是准备走正常流程审视，也就不存在冒险的问题。可以，唯一的要求是那男子抬手在突出的嘴巴前做了个拉拉链的动作。没有问题。克莱恩刚回答完毕，就看见一半一半被摆在了自己面前，铜便士则被酒保收走了。他本着不浪费的精神，端起喝了好几口，眉头逐渐聚拢。不是我想象的味道，酒精太重，葡萄味太淡。克莱恩放下酒杯，跟着那名男子走向了卡斯帕斯之前常待的3号桌球室。快要抵达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又想到了一件事情。作为一个了解信息不多的人，我都能往这是陷阱的方向猜，不知道被人追捕了多久的沙伦小姐或马里奇会不清楚，他们肯定不会出面。不过卡斯帕斯认识的非凡者不止一位，他和好几个非凡者圈子有联系，也许会找另外的帮手，那事情就有点复杂了。这时那位嘴巴突出的男子停在了桌球室的门口，走神的克莱恩差点撞上他。他指了指里面道：“等下不要胡乱说话，我们老大的脾气不太好，整个贝克兰德桥区域加东区都知道。”好。克莱恩轻轻颔首道。那位嘴巴突出的男子满意转身，推开了桌球室的门。随着房门的后场，克莱恩看见里面有一道身影悬在半空，正轻轻摇晃。那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大汉，他脖子上套着一根绳索，勒得很紧很死的绳索。他的双脚离开了地面，舌尖外露，脸色青紫，表情异常扭曲。老大！嘴巴突出的男子不敢相信般的喊了一声，贝克兰德的紧张氛围刚消失，就有人动手了。克莱恩侧头瞄了对方的手下一眼，一本正经的在胸口画了个3角圣徽，愿神让他安息，希望他的脾气能因此得到根治。嘴巴突出的男子根本没听他在说什么，忽地大喊了起来：“老大，杀人了！老大死了！”克莱恩被这响亮又凄厉的声音震退了2步，顺便开了灵视，观察了下里面，没发生什么特别的痕迹，唯有台子上的桌球正凌乱四散着。卡斯帕斯那边的非凡者做的，埋下陷阱的势力会做什么反应呢？如果有这么一个陷阱存在的话，克莱恩在几位黑帮打手涌过来前，悄然改变了位置，混入了人群。他望了眼勇敢者酒吧的厨房，若有所思的过去，熟练的穿至后门。
刚推开不算沉重的木门，克莱恩就感受到了扑面而来让人瑟瑟发抖的冷风，而这冷风里夹杂着淡淡的血腥味道。他侧耳倾听了一下，没发现什么动静，于是掏出一便士面额的硬币往上弹起，铮的声音被风堵了回来。克莱恩低头看了眼落在掌心的铜便士，确认是国王头像朝上，收起硬币，他小心翼翼的迈步，往着灵感告诉他的方向缓慢前行。他一直走到了阴沉昏暗、没有路灯照耀的角落，那血腥味道才陡然浓郁。借助穿透云层的微弱月光，克莱恩凝目一瞧，险些倒吸了口凉气。这里的地上凌乱的摆放着血淋淋的大腿、小腿、穿皮靴的脚，一根根的肋骨和心脏、手臂、眼珠等人体部件，墙上则挂着一截赤中透白的肠子。背景色是大片大片的鲜红，夹杂着点点乳白色的痕迹。看到这一幕，克莱恩就像看到了屠宰场，专门为人类准备的屠宰场。这是怕职业者、待罚者他们太闲啊，弄得这么夸张，警察部门肯定第一时间就转交案子了。克莱恩在心里嘀咕了一句，以此对抗场景造成的不适。他绕过有血的地方，靠近了对面那堵墙壁，愕然发现该处有不少很深的抓痕，那就像粗大锐利的爪子硬生生拖出来的痕迹一样，和之前那条恶魔狗巨大化后的爪子挺像的。难道还有一条？难道他还没有死？不，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克莱恩突的恍然，死者应该是杀掉酒吧内那个黑帮老大的非凡者，他被布置陷阱的势力解决了。根据小太阳的描述，我一直怀疑那个势力是玫瑰学派，因为他们掌握着囚犯途径，也就是一种途径，而一种之一就是狼人，这和现场的痕迹吻合，也就侧面证明了沙伦小姐或马里奇是玫瑰学派的叛逃者。克莱恩冷静后退，一步步退出了现场。这个过程里，他确认了现场没有非凡特性存在，当然也可能是还未析出。接着他转身走向另外的街道，打算找人去报个警，免得这样的场景吓坏普通民众，让他们怀疑贝克兰德潜入了什么凶猛的野兽。基于不要为贪心而卷入麻烦的心理，克莱恩为等待可能存在的非凡特性析出。刚至巷子的出口，他突然看见一辆棕色的马车在夜色里缓缓驶来。这马车并没有直接行驶过去，像另外的同类那样，而是停了下来，停在了克莱恩的面前。克莱恩眯了下眼睛，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无论是占卜家的灵性直觉，还是小丑的战斗预感，都没有给予危险的警示。这时，马车的车窗被打开，露出了一张苍白中带着些许癫狂的脸孔，褐色的眼睛则似乎藏着深深的恶意。马里奇，克莱恩认出了对方，那是操纵活尸的马里奇，沙伦小姐的同伴。只穿着白衬衣黑马甲，似乎一点也不怕冷的马里奇指了指车厢，示意克莱恩上去。克莱恩一时有些犹豫，想当场取下灵摆做个占卜。就在这时，马里奇的背后浮现出了一道身影，穿复杂黑色宫廷长裙、戴同色小巧软帽的身影，正是淡金头发、蔚蓝眼眸的沙伦小姐。如果她想对我不利，轻松就可以动手，她能直接从我背后的墙壁钻出来。克莱恩想了想，故作洒脱地上前两步，打开车厢门，走了上去。等到他坐稳，马车缓慢的行驶起来，不知目的地是何方。你为什么过来？沙伦简洁的问道。克莱恩坦然回答道，我想联络你们，问一问有没有神秘学方面的书籍，最好是深入一点的。你知道的，我很缺乏类似的知识。马里奇用那双始终含着恶意的眼睛望了过来，略显沙哑和低沉的说道，我们确实掌握了不少神秘学方面的知识，比如卡拉曼巫王的秘密之书，但你能拿什么来换取？巫王？这是哪条途径哪个序列的？念头一闪间，克莱恩斟酌着语气道，我可以用金棒换取，或者你们需要别的。脸色苍白但容貌精致的沙伦看着他，平静不见波澜的回答道，帮助，用一个帮助来换取第117章沙伦或马里奇的理念。帮助，克莱恩默念着这个单词，一时有点为难。当初沙伦接下保护他3天的委托时，虽然主要看的是金棒的面子，但一位序列5的强者愿意接那样的任务，本身就是小概率的事情，可以偶然遇到，却无法强行求得。加上彼时克莱恩正处于一种竭力自救、一根稻草都不愿意放过的慌乱状态，能获得这种层次的厉害非凡者帮忙，哪怕对方是为了金钱，也是有几分感激之情的。不过
也仅止于此。他不会为了对方不衡量自身的实力和处境就贸然插手不了解内情、不了解状况的危险事件。克莱恩原本的想法是，小太阳那里的神秘学知识基本可以确认属于大灾变前当时掌控权柄的古神和现在的七神、邪神似乎没有什么重合之处。整个神秘体系与当前相比，必然有着极大的不同，所以哪怕知道了详细的内容，他也不敢贸然尝试，必须经过侧面的印证，才能知道哪些还可以使用，哪些已不产生效果。这就像之前的献祭仪式，克莱恩明明已经从太阳那里弄清楚了具体的流程，也得等到阿兹克先生回信才敢做实验，免得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变化。而倒吊人属于风暴教会主教或小队队长一级的人物，掌握的能弄到手的神秘学知识同样不会少，但问题在于这会太偏于正统，过多的涉及风暴之主的领域，不一定适合克莱恩利用。不是所有的仪式都能通过自己向自己祈求来完成，而且自己向自己祈求还得考虑本身能够承受的灵性负担。基于这些因素，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原隐秘组织成员沙伦或马里奇，他们知道的神秘学知识往往更适合野生非凡者参考，并且会有不少偏门的、诡异的却足够有效的内容。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会放弃从太阳和倒吊人那里换取相关内容的行动。一份古代遗留的，一份正统的，一份偏隐秘的，不正统的，加起来才等于全面的、较深入的神秘学知识，而这正是克莱恩渴求的。他从来没有忘记过自己的终极目标是返回地球，所以神秘学知识越多越好，越全面越好，越深入越好。当然，追寻这个目标的前提是干掉了因斯赞格威尔。为队长为我自己复仇成功，克莱恩望向沙伦或马里奇，嘴角微微上翘道：我必须知道你们究竟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才能考虑是否答应。我不会，也不可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带着黑色小巧软帽的沙伦轻轻点了点头，认可了克莱恩的话语。坐在另外一边的马里奇前倾身体，握拳抵了下嘴巴道：我们原本属于一个较为古老的隐秘组织，这我猜到了。克莱恩保持着正经而严肃的表情。那个组织成型于第5纪初期，成型于狂暴海的风浪隔断了南北大陆之后，成型于南大陆的高地王国帕斯王国。不过这只是说成型，这个组织的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第4纪之前，追溯到大灾变之前。脸色苍白的马里奇继续描述道：这我也知道，玫瑰学派嘛，最早应该可以追溯至异种王。克莱恩摆出倾听的姿态，马里奇抓了抓略显杂乱的头发道：这个组织信仰一位邪恶的神灵，认为魔法是通过自身意志改变事情的科学与艺术，而这就需要建立起一套宗教性的仪式系统，包括秩序与法律。北大陆诸国入侵之前，他们在帕斯河谷和星形高原上是与死神教会并列的正统组织。与此同时，他们相信自身的意志主要来源于各种欲望，这与非凡之力结合，就能完成各种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因为这些理念，他们保留着古老而血腥的原始祭祀传统，包括剥人皮、做人柱、用小孩头骨当仪式器物，让大量信众狂热的释放各种欲望。我们既无法接受那些残忍的事情，又认为他们对欲望的处理有很大问题，所以找机会逃离了那个组织。对欲望的处理有问题，克莱恩知道玫瑰学派以血腥祭祀闻名，对前者倒是不太好奇。但金头发、黑色宫廷长裙的沙伦嗓音飘忽而虚幻地回答道：他们的做法是放纵和燃烧，我们的理念是压抑和节制。这样啊？克莱恩忽然想到了囚犯这个序列的描述，身是心的囚笼，世界是身的囚笼，疯狂被束缚，欲望被压抑。如果玫瑰学派确实掌握着囚犯这条一种途径，沙伦小姐他们的理念明显更加符合扮演的需求，其他成员为什么就看不到这点呢？不应该啊。他微皱起了眉头。看到他的反应，以为他没听懂的马里奇略显嘶哑的沉声解释道：他们受到那个邪恶神灵的影响，认为放纵的欲望有助于提高本身的意志，许多人一起的放纵更是能彼此影响，添加狂热，让状态攀升至巅峰。而我们的观点正好相反，认为欲望必须时刻压制在心里，就像地底的火焰和岩浆一样，等到关键时刻才完成爆发，产生恐怖的力量。简单来说，就是乱欲系和禁欲系的区别。那个邪恶神灵造成的影响和本身途径的要求有点违背啊，感觉总有点不对。克莱恩若有所思的转而问道：所以你们逃到了贝克兰德，而现在他们追来了？
巷子里那个死者就是卷入了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让他卷入，是他自己因为别的事情才牵涉进来的。马里奇反驳了后一个猜测，默认了前面的话语。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直接逃离贝克兰德？鲁恩王国的尖海沿岸和迪西海湾等地方还是有不少大城市的，而且还能去因蒂斯、去福萨克、去费内波特、去伦堡和马西等国家吗？也就是说，你们有不能离开贝克兰德的理由，会是什么呢？克莱恩想了想道：好的，我大概明白了。你们需要的帮助是什么？我序列不高，不认识什么厉害的非凡者，不可能和那个隐秘组织直接对抗。在拿到占卜家途径序列7、序列6和序列5的魔药配方，并杀掉莱尔乌斯以后，克莱恩自己其实也不是必须留在贝克兰德，他和下一个复仇对象因斯赞格维尔加封印物008还存在很大的差距，短时间内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希望，甚至连靠近都不敢。所以离开贝克兰德也不是不可以，顶多就是心疼一下预缴的房租白白浪费了而已。克莱恩之所以还停留于这个大都市，是因为这里非凡者最多，出现的材料和资源最多，属于最方便序列提升的地方，符合当初占卜得到的启示。等成为无面人，消化的差不多之后，我就得出海一趟，寻找美人鱼。克莱恩忽然闪过了这么一个想法。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沙伦平静地回答道：做我们的辅助，围杀一位序列5的非凡者。克莱恩略感诧异地反问道：以你的实力，那个组织竟然只派了一个序列5的非凡者来追捕？难道邪教的共同特点是没脑子？他有一件很克制我的封印物。脸庞苍白但精致的沙伦没什么表情的坦然回答道：负责这件事情的确实是位高序列的强者，但他被我们故意遗留的线索引导去别的地方了。马里奇补充道：我们在贝克兰德不是只有这么一个据点，如果能杀掉负责附近区域的那个序列5非凡者，夺走他手里那件封印物，我们会立刻伪装出逃离的迹象，之后也不会太害怕正常的追捕了。克莱恩嗯了一声。可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能提供帮助？我看起来那么弱，而目标是带着或强大或诡异封印物的序列5，你不止序列9，你有很特殊的地方。沙伦用蔚蓝的眼眸静静地看着他道，语气非常笃定。哈哈，克莱恩只能干笑2声回应。沙伦虚幻的嗓音再次响起，而且你还有那只眼睛，那只眼睛是指密偶大师罗萨哥遗留的那只全黑之眼。克莱恩微微点头道，但我只能利用一点，没法发挥太大的作用，因为里面有真实造物主的精神污染，足够了。沙伦的话语总是那么简洁。马里奇则补充道，我们需要对付的那个序列5非凡者和沙伦特点相同，你那只眼睛能帮忙找到他。这时沙伦再次开口道，马里奇是第一个诱饵，我是第二个诱饵，而你是负责解决问题的猎手。我不保证绝对安全，但你肯定比我们更安全。挺厚道的嘛，但必须占卜确认过才能相信啊。克莱恩沉吟几秒道，我要了解对方的特点和相应封印物的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决定。第118章被诅咒者。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沙伦微抿了下没什么血色的嘴唇，侧头看了马里奇一眼，轻轻点了点。马里奇双手交握，暗藏些许癫狂的说道，你应该知道囚犯途径吧？是的，在非凡圈子里听说过。克莱恩坦然回答，当然这非凡圈子指的是职业者队伍和塔罗会。他在心里叹息着补了一句。马里奇不知回忆起了什么，沉默了足足10几秒。窗外马车轮子碾压过水泥路面的声音很有节律的传了进来。他揉了下自己凌乱的棕色头发，脸庞略有扭曲的开口了。囚犯既是指被关在了监狱里的人，也代表灵性和欲望被理智、身体、世界束缚着的压抑者。这个序列的非凡者身体强壮，知觉敏锐，往往同时拥有沉默的外表和疯狂的内心，掌握着诸多犯罪技巧，擅长用随手得到的任何物品杀人。他对应的序列8则叫做疯子，我想你并不清楚，因为就算7大教会的正统非凡者机构对这些也不够了解。那个隐秘组织对成员的掌握超乎你的想象，那些近乎扭曲的家伙不管身体和灵魂都像被束缚着一样，单纯靠通灵和占卜很难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我和沙伦也是忍耐了很久，等待了很久，才找到了解除束缚的办法，成功逃离。由于这个途径的非凡者都有被诅咒、易疯狂的特征，我们并不想投靠7大教会，那将彻底失去自由，一点也不剩下。原来是这样，难怪职业者内部资料记载的内容并不多，连囚犯对应的序列8和序列7都没有。
这属于我当时等级可以知道的部分。克莱恩有所恍然的回答道。我确实不清楚囚犯之后的情况。马里奇没有点头，用褐色的眼眸望着克莱恩，继续说道，相比囚犯，疯子最大的特点是可以自行且主动的牺牲理智，爆发欲望，以此换取力量，获得所有方面的提高，除了头脑会在那段时间变得不太清醒，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甚至还会因此获得对某些干扰思绪、影响精神的非凡能力的强大抵抗力。简单来说就是，我先把自己干掉，你就没法再杀死我了。克莱恩忍不住腹诽了一句。从这个序列开始，诅咒逐渐出现，疯子是容易失控。马里奇脸庞肌肉抽动了一下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吗？某个人的精神状态如果长期运行于低谷，或频繁出现异常，失控的概率不比其他非凡者高才不正常。克莱恩对此有自己的理解，侧头看了沙伦小姐一眼，觉得自身很难想象对方在囚犯和疯子阶段的模样，而沙伦依旧保持着那种女鬼般的飘忽幽静状态。马里奇见他并未说什么，缓缓吐了口气道，之后的序列期是狼人开始一种化了，不过前面内心疯狂的囚犯和容易失去理智的疯子在正常人眼里其实也和异类差不多。狼人既然才序列期，比我预想的低一点。克莱恩的思绪忽地发散开来，马里奇没察觉到他出现恍惚，自顾自说道，狼人已经是完整的被诅咒者，每次红月变圆的时候就会失去大部分理智，长出满身的黑毛，本身的杀戮和嗜血欲望随之达到顶点。他的声音逐渐也有了些飘忽，似乎回想起了那段苦苦忍耐、压抑自身的经历。狼人拥有较强的自我恢复能力，以及恐怖的力量、敏捷与速度。他的手爪和牙齿不比同序列的非凡武器差，并自带毒性。他还懂得一些黑暗类的法术，比如控制被狼人毒性进入身体一段时间的目标，并将对方转化为下属，变成类似狼人的怪物，而那种怪物的生命往往很短暂。听马里奇讲完，克莱恩中肯地做出了评价。在序列期这个层次，在实战能力方面，狼人算中等偏上了。总是无法在满月之夜压抑杀戮和嗜血欲望的狼人会越来越冷酷，越来越扭曲，逐渐失去正常人类该有的感情。马里奇补充了一句，语气里有点难以隐藏的自豪，和阿兹克先生对一种的描述吻合。克莱恩下意识又看了沙伦小姐一眼，本能想象起对方狼人化时的状态，结果被那冰冷的眼神弄得差点打了个寒战，忙强行扭回了脑袋。马里奇不自觉用舌头舔了下嘴唇，不是女性诱惑的那种，而是给人很危险感觉的类型。他的目光似乎短暂失去了焦点，不知在回想什么。等了几秒，他才重新开口，我是对应的序列6，活尸，外表还真像啊，难怪经常和一堆同类打牌，原来这也算是一种真正活着的死尸。克莱恩想了下道，我听卡斯帕斯说过，你不害怕子弹。马里奇点了点头道，我的身体可以像钢铁一样坚硬，即使你用左轮手枪抵住我的脑袋发射，我也最多出现眩晕，至少5次击中同一个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的防御。而就算打破了，对活尸而言，只要脑袋没碎，其他伤害都不算致命。我的力量在狼人的基础上又有一定的提高，并掌握了部分死亡类法术，能轻松唤醒死尸，控制幽魂，驱使他们，并熟练的运用寒冷和腐烂类超凡之力。一种途径也是每一个序列的特点都不相同啊，递进式的变化很少。克莱恩沉吟了下道，那么活尸的诅咒呢？马里奇幅度很小的咬了下牙齿道，我会渴望人类温热的血液和新鲜的血肉，满月的时候这种状态尤其严重。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活尸的诅咒替代了狼人的诅咒和疯子的诅咒，他们并非同时存在，之后也是这样。每当红月变圆，我就会非常痛苦，如果不放弃自制，将痛苦到失去战斗的能力，而要是放纵了自身，同样会越来越不像人类。失控的风险很高，即使平时，我也在时刻对抗着心理的欲望，对抗着强烈的恶意乎。比起这个途径的非凡者，其他的都好太多。深渊和魔女除外。克莱恩悠然冒出了这么一个想法。马里奇停顿下来，看了带黑色小巧软猫的沙伦一眼。沙伦开启嘴唇，嗓音虚幻的说道，序列5，怨魂，还有这种序列，果然是一种途径啊。克莱恩先是略感吃惊，旋即觉得这果然符合肉体和灵体之间能轻松转化的特点。得到提示的马里奇补充道，成为怨魂后，
可以将自身的状态转化为真正的幽影，并获得相应的能力，比如穿过障碍物，藏身镜子里，直接攻击对方的灵魂。跳跃于大部分能反射出影像的地方，而和普通的怨魂不同，哪怕拥有灵视，不到高序列，也无法发现这种幽影。怨魂还掌握了许多死亡类的法术，有不少诡异的技巧，比如强行附体，控制敌人。他的诅咒则是红月变圆的夜晚，要么吸食一定数量的人类灵魂，要么变得极端虚弱，选择了前者，也就选择了时刻走在失控的边缘。不等克莱恩开口，脸色同样苍白的沙伦飘忽说道，我们的目标也是怨魂、活尸、狼人、疯子和囚犯的非凡能力不会因晋升而失去。马里奇强调了一句，听起来是非常克制我的类型啊，我就怕这种手枪子弹没效果，普通火焰又很难烧出极大伤害的类型。简单来说就是我怕鬼。克莱恩听得内心有点打鼓，他思考了几秒道，那件封印物品的效果是什么？为什么会克制你们？他竟然让你们愿意将本身的诅咒本身的薄弱之处告诉我。克莱恩大概有了些猜测，马里奇表情略显阴沉的回答道，那件需要被封印的诅咒物品叫做深红月冕，它能在一定范围内营造出类似满月的效果，这对那些已经冷酷和扭曲的家伙而言是爆发力量的帮助，但我们却会变得虚弱，失去战斗能力。如果放弃自我，那我宁愿选择死亡。马里奇沙哑着低吼道，想不到你这看起来有点变态有点怂的家伙竟然也是有坚持的人。能一直坚持到活尸确实了不起。克莱恩没有插话，倾听着对方后续的描述。佩戴深红月冕的人免疫满月效果，并将获得可怕的速度、难以想象的恢复能力，以及不少较为强力的黑暗类法术，但它会让佩戴者的血液逐渐变冷，一点点结冰，如果不能及时停止或吸食活人的鲜血，将最终因血液全部成霜而死亡。马里奇似乎相当畏惧那件封印物品。等到他讲完，沙伦蔚蓝的眼眸平静地望着克莱恩道，和史蒂夫一起的还有活尸杰森、狼人泰尔，但只要能解决史蒂夫，他们就不是问题。马里奇补充道，如果成功，史蒂夫遗留的非凡特性归我，深红月冕属于沙伦，剩下的所有战利品和秘密之书则是你的报酬。第119章公证书，很慷慨的条件啊。克莱恩听得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虽然最有价值的序列5非凡者遗留特性和效果特殊而强力的封印物归了对方，但剩下的也不差啊。因为序列5的强者身上不可能只有来自组织的封印物，而序列6的活尸和序列7的狼人，但凡能留下一个，也是不菲的收益。克莱恩往后微靠，做出思考的模样，以此压制内心突然涌现的贪念。你们的条件确实让人满意。他回应了一句，便转而问道，卡拉曼巫王是谁？他的秘密之书记载了哪些方面的内容？马里奇揉了下自己的额角道，巫王既能指某个高序列职业，也可以代表掌控黑暗、月亮、诡异等领域力量的杰出者，超越同类的强者。卡拉曼是后者，也是前者。他活跃于第5纪早期的南大陆，后来彻底失去了踪迹，也许是被死神教会或我们那个隐秘组织捕杀了，也许是因年迈而死在了某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他的秘密之书包括秘器、仪式、炼金、占星、象征主义、自然互动法等知识，哪怕普通人得到，也能成为神秘学领域的专家，甚至在未服食魔药的情况下，依靠本身的天然的灵性，完成少量的超凡之事。代价是逐渐变成精神疾病患者，这是灵性难以负担的后遗症。听起来很不错，正是我需要的。但这个任务不仅本身有难度，而且事后还存在一定的麻烦，那可是有上千年历史的隐秘组织啊。克莱恩沉吟几秒，还是选择了遵从新的意愿。我希望给我一定的时间考虑，这是一件非常重大、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不能冲动。明天上午9点，我给予答复。到我家里来，你知道地址的。他是望着沙伦说的后面那句话，说完之后忽然有些忐忑和紧张。对方透露了那么多那么重要的秘密消息，甚至涉及他们的隐患问题，这要是不当场选择答应，会不会被直接灭口？或者他们会一步不离的跟着我，直到我做出决定？那我还怎么去灰雾之上占卜？身穿黑色宫廷长裙的沙伦静静看着克莱恩，蔚蓝色的眼眸内没有愤怒，没有怀疑，没有任何的情绪。他突然从某个暗袋里拿出了一张折叠好的纸，展开为长方形。那纸通体橘黄，有诸多象征符号，包括代表太阳的那些，
而这些符号和标识围出了一个空白的区域，让人感觉很温暖很安稳。一看到这张纸，克莱恩就想起了它是什么物品，并放下了吊着的那颗心。这同样来自密偶大师罗萨哥，这是公证书，这是当初两人分配战利品时归属于沙伦的神奇之物。苍白而精致的沙伦将公证书递给了克莱恩，用词精炼的说道：“按在这里，承诺不外泄刚才听到的事情。”呼，克莱恩吐了口气，郑重点头道：“好的。”根据提示，他接过公证书，将手掌按在了那个空白的区域，然后斟酌着开口道：“我保证不将刚才从沙伦小姐或马里奇先生那里知道的事情告诉别人。”随着他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吐出，公证书四周的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一个接一个亮起，皆绽放着明亮而温暖的光芒。等到一切结束，那些光芒连成了印章般的影像，按在了克莱恩的手掌上，并穿透过去，盖于空白区域。暖流一闪而逝，克莱恩顿觉自身与那张公证书之间产生了某种微妙却无法看到的联系。当初智慧之眼老先生模拟的能力果然属于公证人，他忽地联想到了以前的某件事情。我好了。克莱恩将公证书递还了回去。沙伦平静颔首，没再多说什么，淡漠的身影迅速虚化，消失在了车厢内。马里奇依旧压抑着眼中深藏的恶意，屈指轻敲了一下箱壁木板，马车顿时缓缓停止，车厢门随之打开。这是在用活尸驾车，幽影当事者啊，果然是马里奇的风格。开启着灵视的克莱恩有所恍然的摘掉鸭舌帽，按在胸口，微微鞠躬，然后跳下了马车。周围属于一条僻静的街道，煤气路灯有好几盏已经坏掉，却无人修理。克莱恩先去东区那个一居室转了圈，接着才返回明斯克街15号，装模作样的在客厅内做了2次占卜，一次是应不应该接这个委托，一次是委托是否有危险，危险的程度如何。而占卜出来的答案，他根本没去仔细看，因为一种途径的怨魂非凡者可以转化为灵体，直接接触灵界，获得信息，也就是说，他们天然的具备占卜和反占卜的能力，所以不管是沙伦还是身为目标的史蒂夫，都能让克莱恩得到的启示是错误的、偏离的。做完占卜，他按部就班的阅读起报纸和书籍，在起居室内练习了下非凡能力，然后洗漱睡觉，毫无异常。凌晨4点10分，克莱恩突然醒转，翻身下床，他找出蜡烛，制造好灵性之墙，悄然举行起自己召唤自己的仪式。接着他逆走4步，进入灰雾之上，但没急着响应祈求。坐到属于愚者的高背椅上，克莱恩凝眸望向青铜长桌表面，看见了全黑之眼，看见了阿兹克铜哨，看见了黑皇帝牌，看见了握着权杖，一身漆黑，威严昭著的罗塞尔形象。嘴角忽地抽了一下，克莱恩伸出右手，将那张亵渎之牌翻转，变成正面朝下，眼不见为净。具现出纸笔后，他取下黄水晶吊坠，重复起之前的那2个占卜。第一个占卜的结果是0-100瞬时间旋转，速度不快不慢，也就是说应该接受那个委托，但也不是必须。第二个占卜的结果是黄水晶吊坠逆时针旋转，速度较快，幅度较大。克莱恩的解读是有危险，危险较大，但只要应对得当，还没到可以威胁生命的地步。呼，沉吟几秒，克莱恩记起了之前一个猜测，那就是也许任何一位魔术师都需要表演，否则魔药的名称就应该叫魔法师，而不是魔术师。不做无准备的表演的关键既是做好准备，也包含进行表演这一点，而这可能不仅仅单纯的表现于战斗中，调动敌人注意力和让观众喝彩这2个假设，同样需要以表演为前提。只要办法得当，伪装的好，首尾处理的没有问题，玫瑰学派很难插到我身上。克莱恩的脑海内闪过了诸多念头，综合刚才占卜获得的启示，他很快做出了决定，后靠住愚者那张高背椅，抬头望向巍峨古老的宫殿和无边无际的灰雾，露出一抹微笑道：那么就让我们进行一场盛大的表演吧。说完之后，他戴上全黑之眼和阿兹克铜哨，响应起自身的祈求。第二天，也就是周4清晨，早早去买了食材的克莱恩弄好更接近于肉酱拌面的自制费内波特面，到门口信报箱内取出了今日份的报纸，边吃边看之中，他从贝克兰德早报上获得了非凡聚会的信息。果然，紧绷的局势一缓解，聚会就召开了。
克莱恩微笑自语了一句。等到9点，他掏出金壳怀表，按开看了一眼，然后对着无人的客厅，对着那里的凸度窗道：“我愿意提供帮助，条件就是你们说的那些，但前提是再给我几天的时间。”他顿了顿，含着笑意道：“我需要做一些准备。”除了克莱恩，没有其他人的客厅内忽然响起了一道飘忽虚幻的声音：“好，完成准备后，你到酒吧转一圈。”格莱林特子爵的书房内，奥黛丽坐在椅子上，伸手帮苏茜整理着脑后的毛发，并对品味着奥尔米尔葡萄酒的福尔斯和陈静坐在旁边的修道：“你们急着让我过来，有什么事情吗？”虽然他这是兰尔乌斯事件后第一次见福尔斯和修，但早已通过苏茜将报酬支付给对方了。加入我们塔罗会后，福尔斯看似没什么改变，依然慵懒，喜欢打击修，但隐藏起来的某些东西却完全不同了。他之前偶尔会显得颓废、忧郁，对未来好像没抱什么希望，而现在这方面的表现彻底消失了。独行者奥黛丽表面浅笑，内心冷静地观察着魔术师小姐的状态。福尔斯喝掉剩下的葡萄酒道：“果然是奥尔米尔，果然是最知名的葡萄酒，比我以往喝的那些不知好了多少，层次非常分明，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他放下酒杯道：“那个可能出现观众配方和心理炼金会线索的聚会即将召集，就在下午。”这样啊，为什么这么匆忙？奥黛丽略感疑惑地问道。福尔斯笑着解释了一句：“因为那个连环杀手耽误了大家太多的事情，而且那里属于北区郊外，职业者最松懈的时候正是下午。”奥黛丽轻轻颔首，没再多问。与此同时，他目光一扫，无声叹息了一句：“和以往，和现在的福尔斯相比，修沉默了很多。”这时，旁边的格莱林特子爵也呵呵笑道：“奥黛丽，我会和你们一起去，为什么？”奥黛丽明知故问。格莱林特清了清喉咙道：“我已经得到药师配方了，需要交一些材料，我家的宝库里并没有对应的那2种。”福尔斯卖给我的300磅，他保证是真的300磅。我记得你从世界先生那里买来才花了230磅。奥黛丽忍不住望了福尔斯一眼。第120章，跟踪者。北区郊外，快被废弃的医学院3层教学楼内，即使才下午3点，雾气和层云也已经让整个贝克兰德变得阴沉昏暗，就像有一场大暴雨将要来临。破败的走廊内，阴冷的光线幽邃斜照，穿透窗户，让一切显得寂静疮痍，森然瘆人。已是第2次来到这里的奥黛丽不再像之前那样忐忑和紧绷，戴着手术帽或大口罩的脑袋左右微转，习惯性的观察起环境，观察起这里的每一处细节。格莱林特子爵走在旁边，渐渐有些害怕，忍不住压低嗓音道：“这里怎么感觉有点古怪？会不会有幽魂恶鬼啊？”作为一名仅是半只脚踏入圈子的神秘学爱好者，他真正见识过的超凡现象只有福尔斯的穿墙和开门，对怨魂幽影是否真实存在并不确定，但这不妨碍他害怕类似的怪物。福尔斯侧头瞄了他一眼，忍着笑意道：“参加聚会的大部分是非凡者，如果真有恶鬼和幽魂，他们肯定非常高兴。这意味着材料或者仆役。”见格莱林特子爵明显松了口气，他又故意补了一句：“当然，我说的只是较弱的那种鬼魂，真正的成型的幽影也许能让这里所有人无声无息死去，想跑却只能在3层楼之间来回，怎么都出不去，就像进入了迷宫，修认可地点了下头。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怨魂，在墓园转了好几圈都逃不掉。这个过程里，一直有人莫名其妙回头，接着突然死亡。如果不是有一位非凡者携带有太阳符咒，也许你们今天就见不到我了。”格莱林特子爵打了个寒战，忙侧头望向窗外。此时此刻，刚好有一根枯败的树枝在寒风的吹动下打到了玻璃上，发出一声轻响。格莱林特差点叫了出声，慌乱的往福尔斯和修2位非凡者靠近了一些。奥黛丽忍着快到嘴边的笑意，安静的旁观着这一幕，心里油然想到：我见过近乎神灵的愚者先生，知道神器之地的白银城，听说过黑暗深处的种种恐怖怪物，还会怕什么怨魂和幽影？不过我确实还没真正遇过鬼。呸！奥黛丽，你想什么呢？这种事情还是不要随便遇上比较好，除非我已经成为心理医生，拥有影响其他生物的非凡能力，或者得到了克制鬼魂类怪物的神奇物品。一行4人不由加快了脚步，迅速来到了今天的聚会地点。临近门前，福尔斯找了个机会，微弯腰背，凑到修的耳畔道：“你刚才配合的不错嘛，
既然能那么快编一个故事出来吓人，你看格莱林特子爵没被口罩遮住的地方，煞白的都快看不见别的颜色了。修扭过脑袋，略显茫然的回答道：我没有编故事啊，那是我来贝克兰德之前遭遇的事情。福尔斯愣了一下，脱口反问道：那是真的？这有什么好骗人的？修一脸的不解，都被口罩给遮住了。福尔斯转过脑袋往前走了2步，忽然颤抖了一下。这时已不想在阴森可怕的走廊内久待的格莱林特伸手推开了聚会地点的大门，随着吱呀的声音回荡，映入他眼帘的是水泥铸就的地面，传入他鼻端的是让人皱眉的防腐剂味道。紧接着他看见了一个位于中央的较大池子，里面灌满了透明泛黄的液体，漂浮着一道又一道身影，那些身影都浑身赤裸着，有的较为完整，有的则被剥去了一半的表皮，呈牛肉干似的棕褐色。这都是尸体啊！一道惨叫的男声回荡于了房间内，一道道目光随之投向了格莱林特。这些目光都来自于围在池子周围的白大褂身影，他们同样戴着手术帽和大口罩，只有眼睛和些许皮肤裸露在外。格莱林特身体摇晃了一下，只想扭头就跑，但却看见奥黛丽。福尔斯和修没什么事情发生般的越过了他，走了进去，装的不像一起来到这里的同伴。吸了口气，格莱林特险些反胃，他回望外面，只见走廊幽暗阴冷，影影绰绰，看不到半个活人。又打了个寒战，格莱林特忙加快脚步，追上了奥黛丽等人，找了个最远离池子的地方坐下。过了几分钟，一个白大褂身影出列，用池子旁带钩子的木杆拉了一具尸体靠边，并直接上手将对方拽至水泥地面。他停顿了2、3秒，掏出把手术刀，剖开了尸体的腹部。随着那道伤口的深入，忽然有阴冷沙哑的声音从里面传了出来。聚会开始。格莱林特伸手按住脸上的口罩，喉咙蠕动了几下，险些呕吐出来。随着各种交易或成功或失败，聚会进入中段。一直冷静观察的奥黛丽终于开口道：我想要观众魔药配方。话音未落，他立刻就感受到了好几道目光扫来，但又迅速移走，没多做停留。几十秒的沉默后，交易流产。下午4点出头，天色愈发接近夜晚，怎么会一样都没有？格莱林特没保持贵族风度，略显瘫软的靠住车厢木板，低声叹气道：这一次的非凡者聚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他觉得自己承受了极大的风险。但就算这样，他依然没买到成年独角飞马的角和皇冠水母的毒液结晶。福尔斯暗自撇了下嘴巴道：这很正常，虽然贝克兰德是最容易弄到材料的地方，但如果不能参与每一个非凡者聚会，那同样会出现长期找不到想要物品的情况。这要么需要运气，要么需要耐心。子爵先生，你看，奥黛丽小姐想要的观众配方，到现在都还没有线索，有的时候是遇上了却没钱买。坐在旁边的修无奈的想到。奥黛丽则宽慰了格莱林特一句：等我回去，就到我家宝库里找一找，也许有你想要的。他今天带上了七彩犀龙的脑垂体，却没遇到法尔斯曼兔的脊髓液，所以只是换了320磅现金，这是为苏茜晋升做的准备。格莱林特点了下头，正待开口，忽然看见修猛地坐直，微皱眉头道：好像有人在跟踪我们。我相信你的直觉，现在怎么办？福尔斯环顾一圈问道。跟踪我们？我们有什么值得跟踪的？就卖了一件非凡物品，获得了几百磅的现金，就算有人想抢劫，我们也不应该是排在前列的目标。虽然格莱林特表现得像个菜鸟，但我们没有。而且聚会的召集者做了不少事情来保障成员的安全，防备有人被跟踪，除此派人跟踪的就是他。上次一切都很正常，2次的不同在哪里？奥黛丽思绪电转，忽然有了一个想法。也许是我求购观众配方的行为引起了心理炼金会的关注，他们不可能随意的卖出观众配方，伴随后续的必然是引人入会，而引人入会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防备对方是准职业者、准代法者或者其他隐秘势力派出的间谍。不观察目标，不进行考察，组织就会很快被人灭掉。沉吟几秒，奥黛丽对福尔斯等人道：做好被袭击的准备，假装没有发现跟踪者，如果能顺利回到皇后区，不要在意我和格莱林特身份的暴露，你们则必须隐蔽离开。他碧绿的眼眸扫过格莱林特，浅笑补充道：我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神秘学爱好者，找到机会参加非凡聚会很正常，即使跟踪的是官方非凡者，
也不会怀疑什么，因为我们都还只是普通人，所以他们顶多通过别的渠道警告一两句，可我已经序列罢了。为了接触心理炼金会，就得冒一点风险。官方非凡者应该不会盯上只是求购配方的我才对，应该没法绕过聚会组织者跟踪到我们。我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奥黛丽在心里给自己鼓着气。好吧，格莱林特子爵嘟囔着答应了下来。马车如常前行，并几次绕圈，到了最后，奥黛丽等人按照预定还更换了一辆。这个过程中，跟踪者始终没有展开袭击。到了皇后区格莱林特子爵的府邸后门，两位贵族用正常的方法回归，福尔斯和修则各自依靠本身的技巧离开。过了十几分钟，奥黛丽带着金毛大狗苏茜和随身的女仆们，坐着自家的马车，未有遮掩的从正门离去。听着车轮滚动的声音，他无法确认是否还有跟踪者，只能自行发散开思绪。霍尔伯爵的女儿很显然不可能成为任何非凡势力的间谍，她的过去没有一点问题，她爱好神秘学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她的身份和地位都能带来不同于其他人的帮助。也许过2天就会有心理炼金会的成员试着接触我吧。奥黛丽有些期待，又有些紧张的想着。说是要做准备，克莱恩却没什么事情般的在克拉格俱乐部消磨了2天，甚至还和马术教师塔利姆等人组了一次牌局，小赢了几苏勒。睡觉之前，他没忘记去约尔根律师家的外面瞧一瞧，确认是否有灯光，要不要喂猫。周五晚上8点，他戴上铁面具，套好戴兜帽的黑色长袍，进入了智慧之眼老先生那个起居室内。